大家好，我是 Klaus， 欢迎大家来到最新一期的周末分享会，汇集一周最值得关注的新闻事件。今天的节目很简单，我就只讲3件事，都非常的有趣。第一个，就在前2天，一个中国女学生讨薪被打的新闻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关注，登上了澳洲的多家新闻，英国的《每日邮报》也有报道。这件事情对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来说，首先让我很是惊讶。讨薪被打，这不是很正常吗？什么时候这种事都能上新闻了？这在中国太常见了好吗？不过再一看，原来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中国呀，那就 make sense 了吗？老外呀，就是没见识，屁大点事就上新闻，就不能学学我天朝多宣传一点正能量吗？不过被打的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啊，什么中国人在外国被打？那这件事情一下子可就有很高的新闻价值了，这不是明显的反华吗？这让我们中国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脾气怎么能忍？所以中国政府马上做出反应，发布1号留学预警，提醒留学人员谨慎选择赴澳或返澳学习。这充分体现了我党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呀。如果顺便抹黑了一下人权极差的澳洲，那也是其次的。不过再仔细一看，这个打人的是个中国人呀，那这一定是去了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跟着学坏了。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该男子直接扇了女学生耳光，还把她一脚踹飞。这件事情发生后，该男子被澳洲人大骂，甚至有人说应该把他驱逐出境。事后该男子通过朋友表示愿意以5万澳币与受害者私了，但是被拒绝。现在这名男子已经被警察拘捕，等待法律诉讼，面对他的将是牢狱之灾和巨额赔款。中国新闻热门跟帖第1名是来自河南的网友说，傻了吧，你以为你是在国内罚款200就搞定了？看来还是我们中国好呀，解决问题就是这么简单高效。从这件事情也反映了我们中国的制度优势，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对施暴者和拖欠工资者的人权的保障。对于这种恶意讨薪者，必须要祭出严厉打击。在保障除了韭菜以外的人的人权方面，澳洲还是要虚心的接受和学习我强国提出的真诚的建议。第2件事，近日中国官方发布的新闻称，武汉 P4 实验室设备精良，新冠病毒不可能从此处泄露。这篇报道先是说了西方政客宣称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这种阴谋论，然后世卫专家组中的俄籍专家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逗留了3个小时，最后发表了实验室设备精良，很难想象病毒从这里泄露出去的总结。这篇报道简直就是一个笑话，笑点超级多，这简直就是在把观众当猪来哄吗？首先，这个标题就很奇葩，病毒不可能从此处泄露，要泄露那就先应该有病毒啊，这不是承认了武汉 P4 实验室在疫情爆发前就掌握了这种病毒了？然后这个逻辑关系也不对啊，实验室设备精良跟病毒不可能泄露有什么关系？设备精良是指设备的好坏程度，病毒会不会泄露是实验室的安全性和密封性，还有实验人员的操作流程的严谨性，这是两码事。你设备再好，科技含量再高，但这不等于安全性高呀。就好比有人说长得好看的人就不会干坏事了，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接着报道也说了，武汉从2019年就开始了疫情，现在1年多过去了，你才出来辟谣，这样的反驳又有什么意义呢？1年前我朋友还单身呢，现在孩子都有了好吗？1年能发生很多事情，要是病毒从这里泄露出去的，有多大的漏洞1年多都能补上了。再来，俄籍专家，谁不知道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啊？说白了就是自己人嘛，找自己人来辟谣，你说搞笑不？而且就这一个专家这么说，那也就是说世卫组的其他专家不这么认为了。还有，这个专家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逗留了3个小时，你这个编剧能不能找个认真点的？你好歹写认真考察了3个小时都比这强。这个专家总共花了3个小时，先是见面会，彼此寒暄介绍，然后又要参观，还要听讲解员讲解，最后还要接受采访，发表言论。真正研究实验室的设备的时间能有多少？所以最后呢，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个漏洞百出的新闻到底能骗到多少中国人。最后一个，2月5日，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报道，教育部制定并发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该指南要求介绍中医经典名著的内容和介绍传统武术理论，让学生了解武术武德。回想起不久之前火遍华人娱乐圈的传统武术大师马保国，他在30秒内被业余拳击选手打倒3次，
最后被 KO。他之后批评对手，年轻人不讲武德，这句话一下子火遍了整个中国网络。现在教育部出手了，从小学生的教材入手，要让现在的年轻人讲武德，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不如一句厉害了我的国如何。我觉得这句话是万金油，什么情况下都能用得上。不过我看到这个教材指南，在年轻人里弘扬中医和武术，感觉似曾相识啊。100多年前的义和团抵制西方科技和文化，不就是从弘扬中国传统开始的吗？他们练神拳，称刀枪不入，喝圣水，称能治百病。既然中国的传统这么厉害，那么自然以后与西方对立，与世界脱钩，也就没什么所谓了嘛。因为厉害了我的国嘛。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多加一个。近日中国北大教授孔子传人孔庆东发表言论，建议立法禁止年夜饭。首先他这个目的很明显是为了迎合中共当局禁止返乡过年，所以抹黑年夜饭，说吃年夜饭有人上吐下泻，年夜饭喝酒容易发生打架斗殴。这两个论据太低级，懒得反驳了。我们说一下第三个，先进的文明国家都不吃年夜饭。首先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嘴里的先进国家是指什么。孔庆东教授是个毛左，曾经大力赞美朝鲜。如果朝鲜是他口中所谓的先进国家，那么朝鲜是过中国年的。春节是一年最重要的节日，同样讲究返乡过年吃年夜饭。如果以正常人定义的先进国家，那就是欧美发达国家。虽然他们不过中国年，但是在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的晚上，也是讲究与家人团聚吃饭。这一年最重要的晚餐也可以称得上是年夜饭。而且这种年夜饭还不止一个，感恩节的家庭团聚也能称得上是年夜饭。中国人已经很辛苦了，平时996，很多节假日都要加班，一般的节日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没有机会能够回老家过年。如果现在再把年夜饭禁止了，我觉得一年到头，中国人真的是把所有的都贡献给国家了。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我们利用中国官方出版的国际移民报告分析了中国人的移民数据。网友 YT 说，有些五毛喜欢说台湾的官员家人也都有绿卡，是美国公民。问题是我们台湾允许双重国籍，能多拿一个国家的护照谁不要？何况还是与我们台湾友好的美日。你中国可是在只能选择一个国籍的情况下，你政府高官子女毫不犹豫地选择当敌国的公民呢？网友 Vladimir Putin 说，这不对呀，我还以为都喜欢移民俄罗斯跟北韩呢，怎么没见这些发达地区？网友 Lobs Check 说，美国之前做过调查，一个居住在贫民区的穷人成功翻身时，不管是发了横财还是学有所成，通常不是想改变贫民区的模样，而是直接搬离贫民区，所以贫民区永远是贫民区。中国也一样，翻身成功的华人就移民，因为他们知道独善其身最重要，妄议改革还会被当地黑帮教训。网友 Chemical Kinetics 说，我的视频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句话本身就是矛盾的。中国不是整天说中国很强大，而且还有4个自信吗？如果中国的感情那么容易被伤害，那到底是强大还是脆弱呢？中国有句古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正的强大和自信是不怕流言蜚语的，除非是狐假虎威。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